共轴双旋翼直升机卡52，这段时间都在聊直升机嘛，好多朋友问引进卡52这个事情，问我也不知道呀，反正我是没买过。引进卡52这个说法得有20多年了吧，到现在还在传。当年谈判的时候，这个飞机还叫卡50呢。卡50跟卡52外观差不多，但是航电部分改动比较大。卡50是早期的单座版型号，一个飞行员同时控制飞行以及武器系统，号称是唯一一个单座版专用武装直升机。大狗熊本身航电技术跟自动化控制技术就比较落后，飞行员还少了一个，可是够忙活的。当年在北高加索揍小车的时候，卡50首次参战，结果就发现单架卡50没有办法进行锁定攻击，它需要另外一架武装侦察直升机进行远程引导，用起来还是比较麻烦。后来就改进嘛，增加了一名驾驶员，这就是后来的卡52。当年武直十早期阶段跟卡莫夫设计局接触的比较多，包括武直十的基础设计都是卡莫夫设计局完成的。之前的视频咱们说过这个事是吧？当年为了防止被大狗熊坑，还专门搞了一个分期支付结算方式，把设计周期划分成好几个阶段，每完成一个小阶段的设计就进行一次验收，验收一次支付一部分费用，690万美元的设计费用分成好几波支付。至于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，这个请咨询三哥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卡莫夫设计局就开始推销卡50，中方对卡50这种共轴双旋翼直升机不怎么感兴趣。武直十那个941设计工程就专门有一条设计要求，反复叮嘱卡莫夫设计局不要共轴双旋翼。后来卡莫夫设计局推销卡50的时候，咱们也没有明确拒绝引进，只不过提出一个小小的条件，那就是引进生产线。引进直升机没什么兴趣，但是引进生产线还是很有兴趣的。关键就是卡莫夫愿意，大狗熊不愿意，所以这个事就搁置了。2000年第3届珠海航展，卡莫夫设计局高层亲自带着卡50直升机进行飞行表演，双方再次就生产线引进的问题进行友好磋商，最后结论就俩字嘛，白瞎。现在是否还在谈判谁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自己感觉可能性不大，都搁置了20多年了，是不是？这里咱们提一嘴，卡52在网上比较火，除了它这个共轴双旋翼造型比较拉风以外，剩下的就是宣传因素。这玩意儿是如今卡莫夫设计局唯一能拿得出手的，肯定要多宣传宣传，多卖一点。当年卡50和米28竞争新一代武装直升机，竞标的时候确实是卡50胜出的，但是呢，无论是俄罗斯自己装备还是对外出口，卡50跟卡52都完败给米28。去年年底嘛，俄罗斯再次增购110架米28 NM， 它这一次的订单数量就超过卡52的总服役数量了。另外米28对外出口卖了90多架，将近100架，这个卡52怎么比？印度武装直升机竞标的时候，卡52打7折给三哥，他都不要。你说三哥为啥不要呢？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是不是？卡52这个东西可以说是网上没输过，现实没赢过，也就是在短视频里边混得风生水起。一看，哇，共轴双旋翼，拉风，是不是？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，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款自研直升机就是共轴双旋翼，设计难度没有那么高。一言不合就给你介绍卡52关键时刻可以炸掉旋翼弹射逃生，你给我普及这个知识干什么？卡52摔了那么多，只有2023年8月17号有过一次成功弹射案例，其他的基本都选择迫降。你看个视频都知道可以弹射逃生，飞行员不知道吗？宁愿迫降也不愿意炸机翼弹射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直升机低空弹射，00弹射座椅确实可以做得到，弹射成功概率确实很高，但是飞行员的生还概率就全看天意了。卡52是卡莫夫设计局的作品，卡莫夫设计局是大苏苏时期舰载机设计单位，最初设计这个直升机就是为了上舰，因为共轴双旋翼这种布局比较紧凑嘛，舰上起降比较灵活。当然了，那个时候还不叫卡52，那个时候还叫卡50呢。你说它适合舰载吧，它又不适合舰载，因为这个直升机高度超过5米，阿帕奇的高度4米，武直十呢高度3.85米，卡52整整多了1米的高度，
当年俄罗斯从法国订购西北风2栖攻击舰，为了搭载卡-52直升机，机舱高度整整扩展了1米，机舱维修区高度达到7米。机舱高了，自然就压缩了其他舱室的高度，是不是？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说引进卡-52这个事可能没有后续，就是因为075机舱维修区高度只有6.3米，要搭载卡-52的话，这个高度就不够了。卡-52另外一个引以为傲的优点就是机动。你说它擅长机动吧，它又不能在低空机动。你一个武装直升机在中高空机动有锤子用处啊？你要去空战要去狗斗吗？为啥说不能低空机动？因为柔性共轴双旋翼容易打桨，上下2个旋翼打架。早在试飞阶段，俄罗斯英雄奖章少将飞行员鲍里斯·沃罗比岳夫驾驶卡-50直升机进行低空爬升测试的时候，2副旋翼交叉撞击导致旋翼断裂，直升机失控，飞行员在迫降的时候遇难。这就是共轴双旋翼的缺点。一个少将啊，功勋式飞员，俄罗斯英雄称号，他都是选择迫降而没有选择炸旋翼弹射，这里边还是有原因的，是不是？卡-52短吻鳄呀，你说他适合上舰，他又不太适合；说他擅长机动吧，他又不太擅长低空机动，这个东西挺尴尬的，是不是？剩下一个津津乐道的也就是火力了啊，火力猛。单纯追求火力的话，就不用武装直升机了。你想一下，是不是？